你妈的！哎，喂！哇，你搞咩啊？你打人就打人嘛，你干嘛把我机器撞坏啊？哇，你的骨头咁硬淨嘅，你瞪我干嘛？你又想告我状啊？我可告诉你啊，监控拍得清清楚楚，我可没碰你一个手指头啊！哎，喂！我日的，他这个脚是咋个整了？大鸡兵，天哪，太恶心了嘛！他的腿是咋个了？把刘总弄走啊！还敢不敢？走！快点！你来过来，反正我喺呢間廁所先跟過你。嗯。怎么了？小狗吃死心了，一整脸部全部都是伤。啊？又是这个雷鸣，又是这个小郭，他们又咋了，连总？他们去哪儿了？知道吗？我不知道。快去酒店那边调取走廊的监控。我们有这权限吗？连人，连人。669，快扫！顾里明。新哥，你不还哪样对吗？
小郭没事吧？你说呢？雷鸣情况不好转摸的了。活不了了。那倒不至于。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不爽，但是不管怎么说，雷鸣是杰森里的人，这件事最好就别再冒头了。什么意思啊？啊？万一杰森里要对小郭下手的话，你可给我按耐住了，别做傻事。他还要对小郭下手，还想怎么下手啊？这样，你跟他说，也甭跟郭立民下手了，找我来，好吧？冲我下手。你这个孩子怎么回事啊？郭立民现在只是受伤，休养2天就好了。雷鸣是差点没命。你如果真的想保护郭立民的话，你就让他别再出现在小莫那。行，行。世纪酒店被收购的事儿，财叔已经知道了。我们大班打算退出了。消防检查已经撤销了，昨天就撤了。跟这个没关系。我没收到任何电话。现在你就收到了。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回去给财叔打个电话问一问。反正呢，我们横在中间，你们办什么也都难办。索性长痛不如短痛，把本金和利润退回来。你和那个 Jason Lee， 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好吗？阿才，看来这趟禅林的收获很大呀。哪天好不好带我们也去一趟？这是水货2个厅这个月的盈利。其實盈唔盈利，我真係冇所謂嘅。當初加入係諗住撐你嘅啫，你明嘛？我認得啦。我知而家啲咁嘅時間咧，你話退包就好難，所以我冇諗住收翻晒所有嘅錢。但係你都幫我傾個數翻嚟㗎，係咪啊？这个事，我跟沈星已经当面跟他们谈过了。可是吧，阿星，哎呀，这个人呢，固执得很。我们跟他说来说去，他就是不肯退回1分钱。到后来才知道，他根本就不向你退出10几度房。那个消防整改呢？真的是消防整改，他也没想针对水货2个厅，他倒是真想跟你合作，利用10几度房和蓝沁度房的优势，产生1+1大于2的效果。南琴賭場有咩優勢啊？做簽單房啊？咁照你意思，即係話佢哋係諗住就係做簽單生意係嘛？这几年呢，有点经济实力的土口已经不来小莫弄了，他们选择投资进来，就是因为这里还有2级市场的空间。你小毛弄地方那么大，为什么要牵扯到我们打班呢？也是因为最近的风声太紧了。执法部门3天2头就来搞一次大检查，哦，他们也在问小莫农有没有地方适合做，但是他们不跟人家说他们要做什么，那人家怎么可以把地方租给他们呢？但是大班没有人查，离小莫农又近，县政条件也都有。你點睇？
单纯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吧，他们从卡蒙拉来了大量的活死人，可以大量签单，倒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而且也许诺咱们会按承包比例分红，其实倒也是个办法。最近大曲林咁亂，百姓娛樂又俾人放火，你覺得一切都係巧合？哦。Jason Lee 是栾巴颂的人。哎，不可能！金站把他牌照颁给栾巴颂之后，栾巴颂就扔掉了小莫农所有的收益。現在他又回來了。金正巴嘅瓶頸就係交通不便。咁如果佢哋可以控制到仇莫窿嗰大全年莫康河上游下游，佢哋都控制住。啊！前2年佢哋咪搞呢個郵輪生意嘅，你明唔明啊？目的就係想話將批賭客帶上船。有什麼窿，一直玩，一直賭到金站巴一條龍。不才旅遊，世紀酒店只係佢哋計劃一部分，將嗰批活死人擁晒入去，逼佢哋簽單，快快手收翻成本。佢哋做大生意嘅，佢最後目的就係一大賭場都係佢哋，人哋有財有勢。你諗下，做咩要帶你玩？係咪？做咩事啊？有人揾把刀對住你喉嚨咁嘅？喂，啊！比賽，帕伦斯基。是我前半生所有的积累和唯一的价值，任何代价，我都只能选择承受。这就跟我当年义无反顾的跟你个当比，是一个意思。现在行情确实也不太好啊，所以我们达班的钱1分也不能少的，都得给我们退回来。至于严总呢，我觉得您可以让他和夏文静随便玩玩。您不是也说了吗？这本来就不是什么长久之计。唉，严总确实也不容易，有苦衷。他这也是左右为难。手伸长了，容易被烫的，还是小心点啊。哦，痛了，疼吗？不疼。痛，痛就忍得起。是，这次都怪我，没摸清他们的底细。这些都不说，你为哪样要帮严北梅讲话？我纯粹就是因为郭立民。你那个小工友，他啷个了嘛？
因為佢打殘咗世紀酒店嘅人，世紀酒店用呢樣嘢威脅沈星，等佢哋幫楊百薇講嘢啊，係嘛？是，蔡叔，这次是我的问题，不知深浅。那确实，烫你一下不冤吧？我认罚。頭先楊百薇同意將所有監控刪除。您答應他了？因為我唔係為咗你喎，因為我睇過尤德本帳本，我覺得你講得都好啱。退出世紀賭坊攞翻晒所有嘅錢係唯一而家渡過難關嘅方法。怎麼？你覺得那燙你一下又有點冤了嗎？哦，沒有。好啦嗱，退路係你揀嘅，唔該你去現始現終。幾時見到錢，就幾時將啲票據送去南琴。蔡叔，我能再求您一件事嗎？我那個小工友郭立民，我想介紹他也來大本跑邊水，他挺聰明的，我帶他。睇嚟你仲未吸取到教訓啊！講嘢係好事，但係千祈唔好俾義氣綁架你自己。或者你會諗有啲人因你而得勢，但係絕對唔會有人因你而玩完。人為咗生存可以想盡辦法解決困難，而你能控制嘅就係你自己的言行。白了。这拉倒。走。啥情况啊？被发现了，你说夜不分日，实习就滚蛋。分手？你打人家干嘛？打人家，我手指头就已经被掰整了，你去看一下。人家也不容易，跟你来小魔弄，你这样太不是人了。不是人，讲得好听，天天在家里面闲着，你要吗？有什么前途？你说有什么前途？他们这边做什么来这边烧啊？啊，烧怎么回事？这个没事儿。哎，你知道郭立民去哪儿了吗？回中国了吗？啥？回去了？回去了。要说问我借钱呢，我那里有钱给他，我就劝他回去了嘛。他找你借钱干啥呀？我给他转钱了。那我怎么知道你给他转钱了呢？那他回中国了？回去了。我帮他笑的时候，这边都不容易，是吗？去哪里？鲁豫。走呗。哦。在这里，漂亮。
这么窄的地方，手吧。哎呦，走了，哎，走吧。哎，你朋友啊？一起吧，一起吧。不用，我有事，谢谢。好。说吧，咋回事？你能不能帮我在关口查一查出境的记录？我想查查小郭是不是真的回国了。小郭，哎，可是老沈刚提上的。啊，对，就跟我一块来三边坡的，他叫郭立民。好吧，谢谢哥。啊，还好，你先别谢我嘛，我刚好有个事情也想请你帮个忙。你谁呀？这个是你的同胞，他姓田，之前呢在这边做那个赌博诈骗的专题报道，前几天失踪了。记者是吧？这件事情是你们大使馆委托的，等于就是我们警巡的首要任务。关键我主要不知道我找谁问去。你是警察，你说我帮你找人，哼。这刚刚和你一起下车那个，没事就可以问问他嘛。这些叠马仔的消息都很灵。谁告诉你他是叠马仔？警察嘛，就和那些条狗是一样的，都是靠线索吃饭。主要是这个记者他触碰到的都是那些逼单方的利益，那说把人扣就扣去了。我就是担心这个。三边坡的这些逼单房，你们是都心里清楚吗？基本上嘛都掌握了。不过你也晓得，在博班的地盘，我们联邦警察要是没得确凿的证据，是根本拿不到搜查令。他们要是不出岔子，我们也没得办法管。哎，财叔最近在哪儿？还能整啥？掂水呗。最近天气热了，你那个伤口嘛，要定期的消毒消炎。走吧，结账。郭立民，你没回国呀？你咋个进来？你怎么在这儿啊？夏志静给你下套了？你不应该进来。到这儿，过来，给我把门开开。秦哥，文哥啊，以后都不要再来找我，也不要再来见我。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欠夏林静钱了？他把你关在这儿了，是不是？我没欠任何人啊，是三边坡欠我呢，要一点点才能还清。疯了！你他妈肯定是疯了！你给我把门开开！我不是疯了，我是超了。你觉得你比我下远？你要干嘛呀？嘿，哎，你把他放下！你忘了你来这儿是干什么的吗？你是挣钱给你妈看病的，你想想你妈，想想你妹，她还得上学呢，你还得回家了。哎，是了，就昨天，经过师孙的上诉费，上诉失败了。这种也好。是接着自己的娃娃下去走，应该会生不如死吧。
我，看见了吗？我说的对了吗？时下时差，你自己过来玩玩行我。顾里面，顾里面，算了，我接你，咱回国吧，从头开始，行吗？河南，我求到肖老板来这里签单，就是不想重新开始，我只想在这里死啊！死之前，我想日子里舒服一小点。我知道，我知道有很多人欺负过你，但他没有，对吗？他是我们的同胞啊，他不是那些个赌客，不是那些变态，他没欺负过你啊。我不知道他怎么进来的，但他绝对是一个好人。啊，是个好人？哪个界定的？哪样是好人，哪样是坏人？我可是好人。你呢？你可是好人。是，我不是好人，但你摸摸自己良心，你自己想想，我对你有愧吗？收手吧，咱们回家，好吗？回家吧，鑫哥求你了。不可能，我已经邋遢了，干净的地方待着不舒服。鑫哥呀，你真不是烦人呐，你是真烦人呐！不说好不下来吗？不交接吗？你在这叨叨啥呢？在那儿？肖老板啊，你让鑫哥出去吧，他在这里我没得办法工作。你瞅瞅，来，蒋明星，我问你，这个人你怎么给他弄进来？你是不是也逼他签的来着？放了他，快点！哎呦我，你是我妈呀！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给你脸你别不要脸！蔡叔跟我说了，以后蓝琴都往归谷打理，不知道吗？啥意思不明白吗？你失宠了，你被烫了一下的开始你就出局了。你先明白点事儿，赶紧给我滚！我明白了，吴立民，我知道你现在不冷静，你等着，过2天我再来找你。行，别叨叨了，脏了吧唧跑这玩意儿干啥？上！你以为你是哪个？现在小毛弄到处都是这个人的照片，我知道他在哪儿，就在蓝琴土房。你點知㗎？我陪世纪赌坊的经理去看场地，无意间发现。無意間發現啊！無意間又會走到最裡面去嚇？您是知道这个事儿？呢個人啊，我要用收銀機把它關了。為什麼？佢翻牆入去偷拍，跟住俾人發現，你話咧？偷拍，其實咱們沒收他的設備就好了嘛，幹嘛還把他關起來呢？咁你知唔知佢之前有冇入過去偷拍？又或者佢有冇備份？你知唔知咧？我是聽說這個人來頭不小，警察呀、大使館都在找。是我想起來了。连水的事情，我刚好打起了，马上那边大排查延期了，我还是进不来。
我们等不？唔等。山裏邊啲貨唔能夠斷供，唔能夠遲到。嗰啲電影產品就放先。好。阿星啊，同兩個賭方合作係你說服我嘅。咁如果喺未合作之前有咩問題出現咧，都會導致我哋大班收唔翻嘅本錢。仲有，如果到而家你還搞不清楚你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的話呢？咁你翻去邊度送貨啊？哎哥，大生意马上就来了啊！好好教他俩。哎呀，稀客呀！你在这晃来晃去干啥呢？这是郭立明的东西，我给他拿过来了。咋的？改送快递了？不对呀，那你这儿哪路不通，你走哪儿啊？一会儿你出来，给他拿进去吧。哎。 知道你跟郭立明是兄弟，你想让他离开，也是。那天看到那情景，谁没点心理准备，都毁三观。我不骗你啊，你一走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离开吧。可他咋说？他说我不走。我真是苦口婆心劝他，我说呀，你兄弟不爽你在我这儿，啊，而且影响我关系，我不会再给你开钱了。 我请你离开我，可他咋说？他说你就是不给我工资，我也在这儿。个人魅力。慢走啊，不送。这他妈是撒尿的地儿吧？
阿钱，哎，差变了。小魔农、大球林、小波帮，甚至马金的贯口，都没得顾里面出镜的心思。他应该还在山边坡。我知道。你知道？你可是找到他了？小田儿。你说哪样？你要找的那个小田儿，跟顾立民在一块儿呢。你可是喝酒了？我喝了。喝了。但是我没喝多。记者小田儿，打手郭立民，打手都在大阪。你到底喝了多少？行了，我一句两句我也说不清楚。明天中午，老地方，面谈，啊。喂，周深，你怎么起这么早呢？哎，老人呢，睡眠很少。有生仔瞓多啲啊！睇下你，成晚冇瞓啊嚇！哎，知唔知我以前都係住喺度啊？一嚟嗰陣都係住喺呢間屋度。你可以整定我嚟度啊！我啊，你啊，因為有條河啊嘛。我收拾一下。唔使，我以前都係一樣啊，冇嘢做喺度飲啤酒，剝花生。這條河啊，好多魚啦，一天好幾斤啊！这里有个故事啊，不用。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来这里游泳，上下，好像就捞什么一样，把我的鱼都赶走啊！很气，我也把他赶了，赶了他又回来，赶了又回来，后来我都不赶了。我还给他吃。哎呀，穷孩子啊！吃一半留一半，跟着下水，所以我都冲走喂鱼了。后来我问他了，哎，你捞什么啦？每天来，他就跟我说啊，原来上游有个货车翻车，里面装了一堆穿山甲的鳞片，应该会被冲到下游来，捞那个鳞片，拿去卖，挺赚钱啦。您说的。这年轻人是蛋拓吧？是，就是他。听着像他能干出来的事儿。那他后来就跟着您了？没有，还有一件事发生。你说，我跟你说。后来啊，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收温啊，他知道这个事啊，就跑去告诉那个货车老板，货车老板就抓着蛋拓。要回所有的鳞片就拿回去，他都冲动了，火气爆啊！我抓住了收温，够狠，把他舌头割了一块呀！我不放过他呀！我说你为什么你这样对人？为什么你这样伤害他？你看，他突然间哭了，跪下来，他说。我拿我的命来赔。那索温因为他成了哑巴，他不恨他吗？索温本来就是一个哑巴，他天生就是一个哑巴。所以我们一直很想知道他怎么告诉那个老板。他呀，可能因为。天生有缺陷嘛，那个索温老是看什么不顺眼，但是所以有些事发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后来他反而收了，变成熟了，慢慢的还感谢蛋拓两个好兄弟了，现在。索温之前也很招人烦，他就看什么都不爽，就跟水狗差不多。
这个我有没有跟你说，他就是我亡妻的弟弟啊。单拖呢就少一根筋，他就连一根筋都没有，一片空白，做什么事都不顶用。但呢，就是绝对嘅自己人。对，绝对的。所以呢，好似打班啊地方是个小地方，來來去去都係我幾個人。我們在做事呢，大家都是一條心。我們靠的就是以往的經歷，把我們連續在一起。現在呢，多了一個。所以我想問你啊，你在求什麼呀？你那個朋友，因為我們打班都接納他，也不完全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感觉现在我的脑子好像不够用了，就是好像干什么都不对。我就现在我才明白您当时教给我的那句话，我唯一能控制的只有自己的言行，别的啥都不行了。怎么说啊？有些事你回头看，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也不能走在一起。所以你這個品質是可貴的，即係唔好因為有啲挫折去改變自己嘅原則，就怕你走到另外一個極端。我其實是個缺乏安全感的人啊，有些事沒有十足嘅把握，我就不會講。我的存在就是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幫大家拖個底。讓大家辦事放心，對於某些事的是非曲直有個更好的判斷能力，這樣我就會在某個時間會放心。尊敬的各位贵宾们，下午好！欢迎您开启新一轮的博彩之旅。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哪位贵宾能够时来运转，一牌改命呢？在这里还需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签单是有时限的，请留意您的最后期限，以免错过改变人生的机会哦。管你妈的有药干！啊！你有药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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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你有药干！啊！这个啊！我走！我走！
我道正。阿星，你他妈耍我是吧？你他妈疯的了个，小点声。小声啥呀？你怕啥呀？你不是立功了吗？他不是大英雄吗？是吧？你怕啥呀？我他妈哪里那样了？那些警察是从球棚直接过去的，跟我们这点根本没得关系。只不过是因为这件事情牵扯到10级毒贩，才把你们安排到这点。这借口来之前就想好了吧？想了多长时间呀？阿星，是我为什么不去现场了呀？给我跟他煽情表演，你看看，现在还在我桌子上，根本没皮。你就庆幸吧，我以为你是被逼单了，等你的证件送来就可以走了。好，那你说，井不是你报的，谁报的？我咋个晓得？你要认得，联邦警察在波邦地区执法，那是需要明确的证据呢。我也不认得秋棚那边为哪样会直接出警。郭立民怎么办呀？该咋个办就咋个办。全云南警官，真是太谢谢你了！这段时间你跑前忙后的，你辛苦了。应该的，应该的。还要谢谢范大使和刘秘书，要是没有他们帮忙，我们也不可能这么快找到小田了。你看小田受那么多苦，赶快送到医院那里好吗？好的，就去了。奇怪，哎，小田，他是好人。田儿，你偷拍的那些资料还有备份吗？把它们全部公开出去。你也不要郁闷了，这种逼单放的小打手，一般关几个月就出来了。他打死人命了，那可能要麻烦些了。你其实也没弄明白，到底是谁报的警？你晓得是哪个，你又能做哪样嘛？这个事情这么大，牵扯的人这么多，每个环节都可能出拐。毒贩那些人嘴巴本来就不严，东一句西一句，可能就说出去了。哪样？王仔，这儿，这儿。你报警干嘛呀？报什么警是讲什么？你把我计划全打乱了。你在想什么？我完全是听不懂你在想什么。你去没去过蓝金毒坊？我去过啊。只有你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除了你还有谁？我是蓝星毒坊，是永姐笑我是给金龙哥送点东西。别他妈给我编了！没有骗你，兄弟。永姐想说。我送完这些东西，他就带我去卡门。你看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了？你真以为他能带你去卡蒙啊？是标，不少全部拿到手里面。
你就没想过到卡邦他怎么对待你？你不怕啊？怕什么怕？再烂能有什么烂？不会的。听这声音，哎呦，几十年了，听烦了都。我亲眼看见小姑又被刷上刑蛇那里了，受逼单房的大修，被山边坡死掉了。好在我有佛。我保佑我他弥，我这事情我把它留给你说信念，要不要？不要啊！不要，那我自己留宿的哦。回国休息的少，我是安全少，我是安全的哦。啊！再见。Kama pun salin leponi tangte hohala kama udi ya otan yang bao sisi petan nali tema hawa kokun wai lebe panang di helin panang zen to hapa mu za he kangkun to hakun di pa nan siki le pa nan lan qing bao wei xin bai tu要多嘛好怪好坏聽。咩點啫？嚇？楊百微手裏面有冇合同？你查啊嘛！世紀酒店同我有咩關係？你可以查下噶嘛，係咪啊？咪係咯 ，OK。是难情，是关了我也能把地皮拿回来，我保证。沙文静欠你的钱，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河南在你那眼皮子底下挖嫖妓，我可是早就抓住去了。我真係唔知點樣答。阿星啊，沙文靜的豬收回來了，啊，是吧？你摇头是哪意思？是没得钱还是赖不到？你问来问去，我能把沙文静给你编出来吗？走，滚！滚！走！走！文才，小莫弄的口岸都断了嘎，所有的货都拿不到了嘎，而且好像还不是缺货。我怀疑是他们联合起来对抗大班不出货。仲有兩個咩金石開同勤威呢？他們兩邊直接找不到人了，打了一路的電話也打不通嘎。咋整啊，坤才？按说下个月苦休，牛肉也要停，这烟酒再进不来，山里要的东西都送不成了嘎。阿星啊，過嚟。過嚟，坐。好玩啦，睇到有咩後果啦？因為你明知有咁嘅後果，你選擇報警。哪樣？
乱，气死你爹了个！你搞哪样，有丹？搞哪样？不可能是安心。报警的那个不是那个世纪赌坊那个爹妈仔嘎？这个事情我晓得嘎。我也确实准备报警。你唔係準備，你喺聯絡好你個警察朋友Jason Chun啊？会那样啊？咱们已经把水火两厅的本金收回来了，要不然我也不敢这么做。你把蓝琴拖下水，不是把大板也拖下水吗？蓝琴已经外包给夏文静了，跟打板扯不上关系。就算逼单方跟大板扯不上关系，你不晓得后台是那个软把送啊？你点了蓝琴赌坊，不就是等于这的金战吧？嘎？那个杰森利本来就是在卡门开赌场的，他至于到这儿找严白梅帮他打理吗？他就是看中了严白梅和蔡叔之间的关系，想让严白梅背叛蔡叔，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开逼单房，这不就是打蔡叔的脸吗？妈，你也不可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我确实也有私心，但我是顺势。阿星，我想問你一樣嘢啊，你而家你個朋友救咗出嚟未？封咗南琴三邊波有冇變好先？沒有。咪咯，係嘛？成件事就係倫巴頌同羅央打仗，倫巴頌想食咗羅央條航道再賭客。咁啱，羅央就係我哋最大嘅客戶，所以我哋俾人搞就係應該嘅。大家唔好再喺度追究係邊個嘅責任，大家靜觀其變，事緩則圓。来到沙边坡，努力就发财，他们骗了我，我就骗了他。这些我都看得很清楚，但是我看到的每一点，我都觉得是你在满足你那些优越感。阿星，回去。啊。哎，我不晓得是哪样。你这次留下来，我突然一瞬间觉得自己跳出了一个圈圈。我现在看周围的人、周围的事。都和以前不一样，我看你，就像是看了以前我一样。我没这么觉得。我这样子觉得，像蓝琴这种事情说点就点。我点蓝琴真不是因为冲动。其实这事儿出来之前，
蔡叔就已经暗示过我，就在吹拂河边。什么意思？他就是说，希望我在什么时候面对是非曲直的时候，都能够保持自己的判断。我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他都能给我兜底。咱这么分析啊，你也跟我说了，蔡叔其实一直就对严白梅这事耿耿于怀，他挺生气的。所以自打他从禅林回来，他就做好了计划。无论说跟世纪赌坊合作，还是说跟蓝琴赌坊划清界限，他都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要不然他不可能不惩罚我呀。是啊，你说的都对。不管严白梅也好，直接冲到他来也好，反正这些都是注定的事情了，你不用多想。我就嘛。兄弟，你们是整哪呢？雨太大了，回不回家了？娃娃饿，给点吃的。我饿。等一下啊。等会儿。谢谢。快！哎，中省的那个糯米糕嘞，好像在后头。谢谢啊，谢谢。要喝那个小的。反正我就觉得我就是猜叔手里的一把枪，我倒不反感啊。我毕竟也因为这个身份，我获得了许多便利。我之前不敢想的、做不到的事儿，我现在都能做了。我也有一些私心，但是吧，就感觉他特不自在。你就琢磨，你干什么事儿都在猜叔的算计之内，你总飞不出他这五指山。安吉，计算，也不用多想西厢了，那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你家人不是娘家话。兔子哥，阿兄哥，出事了！快！
哎，干嘛呀？我在试试，我在试试，你干嘛呀？那，你回来干啥？莫康河停火了，洛阳被打得鬼迷日眼的，直接夺回老巢了。现在大曲宁已经被栾宝松拿下了。这跟你回来有啥联系吗？洛阳龟缩进山以后，第一时间甩出了军备和物资订单。啊，才说让你给他们送军火呀？咋可能嘛？就算是大曲宁和小朦胧都被栾宝松切断了，我们也不可能做这个事情。但是物资的问题，蔡叔不能再推了，所以喊我下山来，去拉赞找找路子。要不你跟我一起拉赞吧？我别了吧，等你那边都弄好了，你跟我说，我到时候去拉货就完了。咋个了？我这几天也想了，你们的事儿太复杂，我好像不太适合掺和的太深，所以我想跑完这几十趟边水，我就回去了。我就是想照镜子的时候，他也能在镜子里头看着我。要不你留个电话吧，我好叫你。沈星。你叫啥？我姓苏。那我先走了，苏老板。七七八八的，总算把第一批货凑齐了。蔡叔呢？在佛堂里面，喊了几次都不出来。送饭进去也没吃。我晓得佛堂少见，但是一下车看你那个样子，没说蔡叔了，我心里面都不舒服。哎，饭托，帮你看看。这个时候哪个喊他都没用的，让蔡叔帮你进啊。哎，头不高。你刚刚讲的山里头要那货都凑齐了，有哪问题吗？我没得问题，但是肯定不可能和金石海那边一个价。难道难呀？讨能啊？400。400？哼，最大的毒贩，说垮就垮。这些进站把是要挨山边坡的天都划的。哎，你看头发还……徐哥，我跟蔡叔说一下。刘头看个家族让人把佛坛都点到了，你说他搁这个灾星吗？够了吗？
中国人有句话叫做“真金不怕火炼”，是吧？但是为什么这个金佛啊会化掉呢？是为什么？是因为这把火太大了吧？那天怎么回事了？那天睡着了，然后等我醒回来的时候，这边的火已经烧到救不回来了，只有一个外国人在这儿救火。外国人？中国人吧？不，我也不认识，他是来这边支教做志愿者的。自从毒坊关门之后，先是边水供应商倒戈，紧接着您在卧房被暗杀，然后佛堂被人放火，除了金针八还有谁呢？都怪我，要不是我点了蓝琴毒坊，自作主张，栾八松也不会盯上咱。那你就是说这把火是冲着你来是吧？那为什么不烧你呢？那么大一个寨子，他们只烧个佛堂，他们就是要践踏我的信仰。我最近一直在想，我可能确实不是那种成事儿的人，也不是块材料。您干脆还是让我老老实实的跑边水去吧。您给我的这工作，我干不了。你就是讲气话，你还请我在赌场这个事推你出去当靶。心啊，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我明白，我也知道您的行事作风。更何况，我怎么敢生您的气呢？这段时间我看到的三边坡有点不真实，一件件事儿，一个个人，一个大活人啊，说变就变，说没就没。有人说这些事只会发生在三边坡，其他地方都没有了。要来的总是会来的。再说，拉这货拉回来，有些情况要跟你说一下。头不哥，蔡叔咋个讲呢？蔡叔说，就算拉赞的货再贵，也要把供应链先搞起来，其他问题之后再说。说完，恢复运输第一趟，免钱，该道歉道歉。送娃靠当靠你，靠把着你。你先回马棚，把现有的账和外面的账做个统计，再说看。走。那我在哪来啊？我们明天一起出境，拉赞的货柜就都跑到周边。你特呢？我倒是不想跟他一起啊。你可别送我装车嘛。我不靠。哥，我跟蔡叔都说好了，以后我只跑边水，不会再碍你眼了。晓得到。姑姑。再好，你休息休息吧。等我们理顺了，再通知你。你怎么来了呀？
不是说这2天画不完吗？这不画的挺好的吗？就是不太像。说了没画完，没画完。总之这些纸棚不小，不难理解。我觉得你是好人，是好人。哪样是好人，哪样是坏人？哪个界定？但拖木khí多河那东龙河，龙洞东干啊，在大海东地那靠，要米帕地靠外，东龙靠，了菜送我外，干话喊外。晓得了，有的。明天我要去马棚装货的嘛，见面再说。啊。这就是陪着毒贩的。那不要紧，一天天过人生闷气。我还是想不通，收完死的也太冤枉了。蔡叔就这种算了都不讲，还喊你去走山。不然呢？我不去走山，兄弟伙去吃哪样的？蔡叔这几年可是太低调的点了，忙到最后所有人都气到我们。够。你晓得，你姐姐跳河的前一个晚上，蔡叔做了哪样不？干死了5本吗？不止5本，他一个人1把刀，一个晚上斩了9个毒贩的子孙根。9个人？你姐姐是被轮奸的，蔡叔还没有跟你说。蔡叔的判断从来都不是眼前，在山边坡，没得人可以真正骑到他头上。打扮。拜！
whisky， whisky。回来了。Engkau ping kopaya? Kopan. 我们再造，我锻造。 爸妈，班长，我的梦啊！วันลองยังตีเอาคุ้มสมบัติ搞往来，เราต้องระวังอย่าให้ของใครที่อย่างไรล่ะข้าก็เอามาดีพวกว่าหน่อยเขาเป็นพลาความเป็นบุญ三叔，你一早就晓得我要帮恁送东西出来是不？为哪样？你为哪样要把他们走死？你为哪样？你为哪样要骗我嘛？你哪样要骗我？当年咋看我爸爸嘞？遍地罂粟的时候，你看都不看，一卡车现金送到你面前，你掉头就走。
你哪样要骗我？这么多年过去了，为哪样突然就变了吗？大本坚持这么多年的底线，说不要就不要了。喝口水吧。大夫说了，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了。过2天处理危险期就好了。都是我的错，遭报应的应该是我。该遭报应的，该是那些毒贩。乱开枪！咋会能在我门口开枪？我也认不到。蔡叔，蔡叔，小太郎，你最先跑出来的，他去哪样了？那几个人从那边出去的了。那我们那是真出去的。撒个水吧，气得我吐。蔡叔，那就是在我们家门口，这个事情就闹大了。把车开走，这样你处理干净，不要让任何人知道。陈导，过来。好的，别过来。外所的尸体处理好了。刀架在脖子上，我们不盯死。到底还有哪样事情是我不晓得的？罗阳和连巴颂两个人开打之前，就请我经过一次山。佢想將毒品外包俾我哋大班，我當面拒絕咗佢。跟住佢哋打仗，結果大全年就丟了。他想盡快把現金回到他手上，他又把我再次請到山裡面，我也拒絕了。結果一轉頭沒半個月，摸康河也丟了。他們整個大部隊全部被逼到山裡，死的死，跑的跑，我又在第3次被押到山裡。我看見他整個人就像瘋子一樣，身邊全部都是武器，一堆手榴彈，像野獸一樣。我知道我不能再拒絕他。一想一想，索文跑山那麼多年，他會因為一個玩具被搞死嗎？他可愛說啊，
已经不是警告，是对我们下的最后通牒。你都被逼到这个份上了，为哪样不跟我说？就因为我发过誓不走动，所以你就干脆骗我，先把一只脚踏到这个婚书头上。对，就是这样。你在硕温的葬礼，你说你带不了我跑汴水，你有选择，你可以跑，但是我不行啊。你到底为哪样？我老了，我开始怕死啊。蔡叔，几点？快开房了。我问你几点啊？5点50。丹托回来了吗？回来过，货都送到了，说家里面有点事，回趟小波帮，晚上就不跟我们一起吃晚饭了。省心了。我刚看他开车出去的，鬼鬼祟祟的。可是发现我们走动，可会搞我们。你怎么来了？跑这儿。之前又没结完账。你来。有关系。都是朋友，怎么见死不救？你也一样，该劝你我还是得劝你。你劝我哪样？帮我去走山。山我不敢，所以我才担心。我怕你走山的时候，有些时候该人命人，人还是没办法和天斗。我爸爸是阎罗，那个东西就有把种子在地头，迎风又长。转过头一看，满山遍野一片绿，简单的很。后来小波帮搬了禁烟里，让所有烟农都改种庄稼，这个就太难。烟农都是要称10年高的，我爸爸种不出庄稼来，把屋头的所有东西都卖掉，差点把我妈还有猫爸一起卖掉。后来干脆死在了买烟缸的路上，尸体腐烂在沟沟头，1个多月才被人发现。那你要是这么说，我就更不理解你。人就是越活越矛盾嘛。哥，
我想好了。也给蔡叔说了的。别跟他说了，说了有什么用啊？说了他也不让我走。你来大阪那个晚上，天上的星星也像今天晚上那么亮。三面颇分日子和雨季，你都完整的体验过。来的时候正好，走的时候也正好。来到这儿之后，我好像才看明白一件事，就人呢，就跟那星星似的，唰，一晃，没了。这是我明白的意义。所以说，该认的认你。命，我就认一半。你换哪样心思？走之前，我必须得把这件事办了。我要不管这档子闲事，我回去我都不踏实。没事，我有小运气。你有啥子小运气、小聪明这些嘛？你你用不完啊！你回国了，你慢慢去办嘛，1000件、10000件，你随便你办。我一直没跟你说，我羡慕你。羡慕我什么呀？命好。我还命好。你生在中国命还不好。这个小时候毛爸差点被豺狼咬死，这个是那个豺狼的牙齿，我爸送给你。想过，你命不好，其实是因为你跟错了人。我晓得你很耍子。那你明白了，你为什么不听呢？啊，我都听你劝回国了。今天文波什么样你也都看见了，那艾缩死在大门门口，他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吗？你就不怕有一天你跟他们俩一样吗？就非得跟着蔡叔，就不能离开他吗？我晓得你证件放到哪地儿，我可以帮你拿。你的命，你也治不行，因为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你的命是你妈妈的，是毛爸儿子的。对吗？记得我跟你说的，赶快走。警官，上次你跟我说的事儿，我想好了。猜叔确实不仅仅是在走边时，至少现在不是。他在帮罗阳找毒。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的贩毒方式、地点、路线和参与人员。蛋拓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所以他是无辜的。蛋拓跟他脱罪。蔡叔可能从轻发落，这些事情都要看证据的走向。我刚才说的
不包括蔡叔。他不是无辜的，或许他确实不得已，但他还是去做了。我们都是他手边的棋子。阿星，你确实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是我想让你说的是，这件事情就跟上次蓝青毒贩的情况是一样的。联邦警察想在拨办范围内执法，必须有确凿的证据才能申请到搜查令。哎，不然你把你认得的都告诉我，我来想办法吧。我等不了了，我可以帮你。怎么了，警官？我来给你当卧底，这不是你一直想让我去做的吗？上一次你就把自己陷进去了。你是平民，不能有事。对呀，因为我是平民，警官，你才更要保护好我呀。咱们俩得里应外合。顾桑，来，顾桑。Depan yang may na? Ah! Depan, ako may kwentan.怎么了？啊，做咩嚟？點解咁啊？摔了一跤。嗯，屠場都出事啦，你知嘛？
啥事儿？人家不偷嘢。是啊，牛肉还有人偷呢。是啊，处理了。这事儿也归你办。你是个聪明人啊，有些事瞒不住的。你我之间有这个必要吗？没有。怪不得你就说呀，你最近状态不好。我说你忙，我还说我会去拜访他的。你怎么联系到多久啊？你又想回国了吧？没有，我还欠着您钱呢，还有好几十趟滨水没跑，咋回去？不过，我要是真想回去，您能放我吗？我能放你吗？我没放过你吗？是你选择留下来的，你记得吗？强迫过你吗？晨曦，为什么会回去呢？是因为这里这张床让你住的不舒服吗？不是，搬去代驾吧。来，走。不用了，哦，我想知道当初你为什么选择留下来。天真。我知道你的本性的，但是如果我跟你说，现在一切很快就会过去了，以前的打扮会再回来的，只要你留下来。愿意留下来吗？我想将打扮交给你。让你做打扮的接班人，你愿意帮我吗？可以吗？可以帮我吗？泰哥，泰哥，拖着个国人跑回来了。
你为什么要回来？干不死洛阳，就会回到大阪。我的命是你的，我不能连累到大阪。让人上1万次都想不出来蠢主意，你这就干啊！啊！他洛阳发现了这东西，电话直接打过来，搜查那只有兔子哥一个人。安心，绝情藤比你做的事 OK 了。只可惜洛阳的眼线太多了。你走山是为了这个？为什么呀？不问为啥了呀？啊？为什么？当年我爸爸抽大烟毁了整个家，我除了跪倒挨打，啥子也做不起。但是这次，我终于反击了，哪怕这一丝是希望，我也去争取了。命，我只认一半。你先都穷。丹陀，你以为那个破玩意就能搞定洛陽？人哋販族販咗幾十年，如果咁簡單，佢死撚咗100次啦。仲有你喺山邊幫撈撚咗幾耐啊？嚇！呢個警察你都信㗎？丹陀啊，我同你講過啦嘛，洛陽被逼到絕境了，我幫他販毒，出賣愛說，我是為了在短時間之內，在這個馬幫道出現大量的毒品，引起周邊國家的注意，周邊國家正在聯合緝毒，一定會用行動來擊擊所有的毒品。扭轉他的國境的，我都計劃好了，丹陀。啊，再说，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计划告诉我们呢？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呢？那因为你不告诉我们，那茂八才会死啊！现在蛋拓也有可能会死啊！说出来是秘密的嘛，开了口就漏风了，你算是什么呀？高兴就笑，不高兴就闹。你看那个面罩，毛皮就认你不出来了吗？这块屠宰场亏了一个，人家再有一个。你命大，那帮蠢货差都逼你死了，人死了，就是你了。我要以果斷洛陽，連根拔起。就好玩了。阿星，我后来这事来做个交代。我早该想到蔡叔他有计划，蔡叔没有变，也没有人。我现在更不后悔了，心头反而更加的敞亮。最符合那点我们以前留的路，可以走。走啊，哥！走啊，兔子哥！蔡叔，走吧，走啊！想走就唔會翻嚟啦。
杜芬晓得我在大班的位置，只有蔡叔亲自把我交出去，才可以洗脱嫌疑。这样子，蔡叔的计划才可以继续进行。一切牺牲才有价值。从头来了干。你上次没说，这次就收到希望啊！既然你答应我的，你们三个偶尔在我台上。臭子狗。好了。赶他！要我了吧？可以吧？我会送你回家了。谢谢蔡叔。阿爬、马牛、丹托、包浆水。瓦萨里，瓦萨里。
蔡叔啊，我呦，哦，没事。哎呀，可以。今天为什么不来？啊，我让连根拔了，大家都喝啊，你为什么不来啊？陪我喝呀？啊？下次。小菜刀，不用你了，啊，世英会照顾我，一直都是他照顾我的，是吧？不是嘛？张欣也是你送我来，是，还跟我说什么生日快乐？水，给我水。水呀，哪有水呀？那个壶啊，空的。对烫的，哎呀，行，记得这个壶。烫过你吗？哎，你找我什么事啊？我想找您聊聊。聊什么？来，我明天再聊，太晚了现在。说，我想跟你聊，好久没聊天了，我们两个是吧？好久没聊天了。我们两个啊，最近都不开心啊。你对我有误会，我对你说话又重。但是现在事情明朗了，你也知道我难为了，是吧？最主要啊，咱们大班已经没几个人了。你啊，是我最伤心的一个人，真的。所以我还是想说，你能不能留下来帮我呀？好吗？好，定了，你说了啊？定了啊。好，那就好了，我放心了。哎。只是我有很多计划，我要跟你说，好多事。你不是说，阿星啊，你想回国，是吧？没事了，没有，你回去安排好又回来，就可以两边跑。因为我觉得啊，我很多计划。我想跟你说啊，你会说把所有的事都藏着，不跟你开口。我以后不会，我都会跟你说的。我想改变三面坡，以前三面坡会这样，我喜欢三面坡，你喜欢吗？对，大家喜欢三面坡，但是呢，我老了，时间不够啊，我需要一个年轻、能扛事、能胜任的人，那就是你了，是吧？你知道吗？我们两个距离有30多岁，有什么我做不完，你可以继续啊，是吧？对呀，就
您先睡吧，我回来了。蔡叔喝酒从来不醉，但是那一晚，他话都没说完就倒下去了。的确，达班已经没有敌人，他可以睡个好觉。但是达班也没有人了，他没道理睡得上好觉。所以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睡着了。这是我在三边坡513天留下的最后一个问题。